再来给您看到的一段又一段的画面，不是电影，不是传说，而是日本熊危机真实战场。现在一头又一头的山兽进入了学校的体育馆，进到了小朋友托儿所的院子，他们甚至破窗进入了民宅屋内。要知道，熊掌一拍下去，成人6根肋骨是当场应声断裂，可以说100年未见。日本熊吃人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接二连三的登上了版面呢？俊相，温室效应，熊多了，熊变了，熊不冬眠了。今天日本专门为熊开了内阁会议。日本史上政治史上从来没有为熊开过内阁会议。然后今天秋田市向中央求救，我们熊太可怕了。中央决定出动自卫队护熊，警察搞不定了，部队要进来了。好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很简单，一个影片震惊全日本，就这个影片，这个是北海道，各位看，他为了抓这条棕熊，弄了一个陷阱。对不起，这个棕熊400斤，400公斤哦，根本进不去这个笼子。他事实上试图要闻它，他差点要进去了。对，它里面有食物，对，但对不起，它根本进不去，大到装不下。这么大的棕熊，我告诉你，这影片出来发生什么事情？很多人都在上面写取消滑雪行程，不去北海道滑雪了。而且更严重一件事情，在日本有一个名言：当北海道可以滑雪的时候，熊就要冬眠了。是啊，就现在熊还出现。好，我再给你讲一件，台湾人一定要听。北海道出现熊，很多人不敢去滑雪了。合掌村，很多台湾人，很多人都要去拍照，特别是下雪，多美啊！合掌村外籍游客被熊攻击等等。合掌村是正常民宅居住的地方，熊已经进去肆虐了。对，所以吓死人了。好。那日本亚洲黑熊研究所所长李田说了，现在日本的熊出现3大变异。第一个，它闯入民家只为吃人。以前就是来翻垃圾而已，对不对？今年7月4号，熊跑进岩手县一个80几岁老妇人家中，录影显示，它的目的就只有一个目的。进屋把这老太太吃了，所以它的猎物就是人而已，对，没有什么水果，没有什么剩下的吃不完的垃圾，没有。对，好，第二个发觉熊暴力攻击性大增，这一次7月有4个上山采菇的，对，一死一失踪，结果失踪那个尸骨无存，他们发觉到一件事情，熊居然对人骨吃出了兴趣来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好，现在日本的科学家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：熊把人拖走之后，没吃完，你知道它干什么？它可以挖个洞，用树叶捂起来淹埋。当动物有这个淹埋储存的意思，就是说，暗示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未来是我的食物。他认定这个吃完了，吃不够了，下山还是要去吃人，就要吃人了。现在日本熊已经开始养成了吃人的习性。那怎么办？还有更可怕，他现在对小孩子产生了兴趣。来，我们来看，这个是个托儿所，这个托儿所里面有下午2点，注意看哦，有40个这个小朋友在里面午睡。哇，吓死他还要走了。他如果把这个玻璃门打破，里面有40个小朋友在午睡，那将是天大的这个悲难。老师，你说他隔着一层玻璃，这个画面，那个熊掌力量多大？那是轻而易举。所以好，里面人非常非常担忧。好，还有他现在喜欢侵入学校，就有2个小学被他侵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，这是一个小学的体育馆。黑黑那个影子是就是熊，怎么可能爬这么高？对，也不知道他怎么爬这么高，因为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那边吊绳了。吊单杠啊！对，他这边吊绳。好，除了这个影片之外，还有一个小学，他要冲进小学里面去撞墙。是。好，所以看，现在他已经进入小学了。那最可怕一件事情，你看这个熊去撞车子。哦，你看，等他看他断了呀！你看他撞了一个裂痕哦，冲过来，他撞，
雨刷撞裂，然后注意看斜边有一个裂痕，玻璃已经碎了，玻璃碎了，看到没有？赶快逃走！而且我跟你讲，逃走的时候是，他还继续在后面追，然后更可怕的一件事情，一个熊入侵人类住家，把柴犬吃掉了，主人亲自看到它把柴犬吃掉。好，各位一定要知道，日本人很爱养柴犬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柴犬是这个哨兵，他看到熊他会叫的，这只柴犬没有叫。哇，那这个黑熊的猎捕就更高一层了，吓死了。好，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可怕的，这是个送报生，是，各位看，这是个送报生哦，注意，他没有注意到他背后出现了一只熊，背后熊给他一巴掌，这一掌打下去，然后咬他，看到没有？咬，天哪，他咬他的包包，不是他咬他人，没有人去救，有，后来有人救了，后来有人救他了，救他之后才发觉这一巴掌断6根肋骨。他从后背这样扒下去，应声断6根，6根。泰森来打一拳都不会断6根，而且他咬了他几口，光这咬这几口是缝了几10针。你就说现在所有的巡守队也好，警察也好，民间动用一切力量，尚且不足以吓阻熊侵入民宅。你刚提到了，连自卫队都出动了，应该万无一失了吧？好，日本人气疯了。现在熊这么厉害，你知道光10月哦，是熊有史以来最厉害。光10月就发生84起攻击人事件，已经造6人死亡了。好，秋田县向中央提出这个求救了，对，中央决定出动自卫队，但是有一个限制，不能用枪，只能用陷阱啊！他都吃死人、咬死人，只能用陷阱，对，不能够动用枪。那你觉得怎么样？还没完，那民间说我们自己组织自卫队，我们自己来杀熊吧。对不起，现在中央也确定猎人用枪时机法规，2公尺内才能射，还要枪口朝下。我告诉你，刚才我们看那40K 斤的熊，站起来对，就3公尺了，对，扑下去是你2公尺之内才能枪口还要朝下，就我们这种距离，对我才能开枪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熊一站起来，几乎1层楼这么高，然后400公斤重，你扣扳机要扣几下才可以把它打死？开玩笑，一枪还打不死，对，所以因为日本政府还是担心民间说他杀熊太厉害。各位知道，全日本现在都有熊出现，大家要知道，日本的北方是棕熊，对，中南部是黑熊，对。那现在只有2个地方还没熊，一个就九州，对，一个就是这个冲绳，是九州跟冲绳还没熊。那它没熊原因，当然因为地理隔绝。我告诉你，日本最近看那个可怕的影片，一个黑熊游泳，还游得非常好，又爬树又游泳，又爬树又游泳。是，来你看这只黑熊，对，幸好船上没人啊，船上有人他就要攻击了。他跳下船之后，居然跳下海水，这是海水哦，是，而且游得非常非常利落，他居然可以游泳。现在有在想，如果熊可以游泳的话，那没有什么可以阻隔它的九州会不会出现？也沦陷了，也沦陷了，也有熊。老师，我问你，我昨天看到一个数字，他们熊就你讲的大只的棕熊，还有比较中小型的黑熊，那个黑熊有4万多头。如果全境蔓延的话，人被它记住了，这是我的食物的话，那我就不能爬山，我不能到野外了。好，其实熊现在对于吃人还不是它的本性，是，它为什么攻击人？它是闻到了食物的香味。各位一定要知道，现在你如果到山上去，你居然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个这么奇怪的盒子，这是要装什么用？好，装什么用？日本人想真的，原来熊的鼻子很灵活，是，它是要闻到食物的香味，它就会扑过来，它就扑过来。那现在所有登山露营的人都要把食物放在这个箱子里面，不要让食物的味道弄出来。对，所以登山客、露营客绝对不能把食物放在帐篷里面。温室效应，熊危机，日本人害怕，我们台湾也要多关心我们的国宝台湾黑熊。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，军相又来了，谢谢大家，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，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。
多不容易。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，他在播的时候，我要盯着直播人数，升还是跌。一觉醒来，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。一段时间，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，真的无限感激。最后，我要跟大家瞪眼看，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，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。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